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这是我们一个新挖的坑，因为我们其实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有的你会跳过，有的你会喜欢，有的你觉得特别有意思，能够记一辈子。所以说，我们打算叫上我们的好朋友，这些广告从业者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优质的作品。那这次我们第一集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傅博老师，有过非常多作品。傅博老师可以自己讲一下。我是一名广告导演，然后也是一名电影摄影师。从门类来说吧，可能从穿戴就是衣服类会多一点，包括说用的手机，像几大国内的手机品牌，还有一些特殊的，像这个去年的空军宣传片，我觉得那是我拍过最大的一个产品，就是歼20，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那是你拍的吗？对，那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啊。对，那你下一个你会期望站上003福建舰吗？很想去，但是希望有机会吧。要是我们能有共同的机会能够去的话，谢谢。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看这些优秀作品吧。Hey Siri, play me something I'd like. We can dance in the hallway. Only one more night in Los Angeles. I really thought that I can have. 下一个这个经典，这个我超喜欢的，这个太牛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是直接懵逼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我那天就是傻了。他做了一个控制的手臂，他做了个液压的还是气压的？应该是感觉像是气压的，气压的一个，因为液压没这么快，就液压它会有一个缓冲，气压更精准，就当它那个打开的时候，其实很像当年就看那个《盗梦空间》那个对那个通道，《盗梦空间》或者像《星际穿越》里面的那个五维空间的那种感觉都有。而且就是你会发现说，它道具就是它是很有灵魂的，它参与表演，它的拍子不只是跟着这个音乐节拍，可能就是说，我从 A 点到 B 点那么机械的，它其实是跟演员是有互动的。对，就你看他的眼神，就他有这种细微的小点的碰撞。包括你看他推墙的节奏是非线性的，不是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这个到底是这个是 CG 吗？这个部分？他好像用了部分的合成，但是前提是在一个就是这样的装置上面，他其实做了一点点小延伸，我记得是因为我想真正移动应该不可能移动这么深。对，而且就最牛逼的是它移动以后，就当我们以为说它是一个平的戒指，就像把一个衣服拉开了以后，你发现说。它墙上居然有一个灯管，而且是像素级的。对，而且有深度，这个太强了。它这应该是用 DMX 控制的吧？对，但 DMX 其实并不那么电影，因为现在我们用 DMX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现在大家都用 DMX， 可能我们在隔壁棚就会影响到别人，会控制到别人家的 Sky Panel， 包括摄影机的 WiFi 密码。对，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阿莱 mini 大家都不敢密码，都是元首，我觉得特别危险。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剧组里面在群里面发生的是那个隔了别人的卡，远程控制把别人的卡给隔了，然后就说下卡，然后隔了以后说，我们这摄影机怎么没隔？然后隔壁那边，我靠，数据没了。我觉得他这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观众的兴趣点消失的这个时候，快消失马上又有个新的东西。对，而且你看他音乐。它其实是一个 break 的点，它牛逼的点就是说，当你觉得只有这样的时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观众视觉疲劳的时候，导演要放大招了，然后那个镜子出现的时候，它居然动了，它像是一个艺术短片的，就是就我完全没觉得它像是个广告。然后这个转场，就这个转场是我一直记得，但我现在没破解的。它其实就是灯光变化，它不是连成因为它是一个特写，所以其实没有再拉出来看到别的空间。对，你看到最后一镜的这个接过来的光效，为什么让你那么舒服？就老摄影师，包括好莱坞的 DP 最喜欢干的事情，就真的是拿测光表，这个最后一镜的这个面光的光比跟最后那大全是一模一样的。对你一说的话，这样我明显能感觉到它的光比。都还是在这个，就是它的光射其实会相对很统一但其实它这个有一点小瑕疵它就那个汽油灯的那个把机影上去了，它上车飞的机影滑了一小下，你可以往前看真的假的？看它正片有一点点小瑕疵，就它的那个应该是摄影机的上遮飞。你这太细了，一看完滑雪就更明确不是导演的设计，但我觉得就是它的工业流程让就导演这个脑洞真的就是像外国的那种像匹诺曹的长鼻子，就像一个童话。可能导演想就是说，在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下，我觉得我的家
是一个延展的空间。我虽然只有10平方的套房，但我能拉出这个，哎，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点子。但是我们有一个阻碍，就我们认知的阻碍，会觉得它很难，它是一个不切实地的，但他们恰恰把这个实现了。是，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来，我们下一个吧。童年回忆。哎，他一样也，你看也还用了抽格高数。对，我在他演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这个女演员为什么追我啊？抱着我要吃糖浆，就从逻辑来看，真的很奇怪。等下他那个真的给豹子喂了吗？没有，他合的，勺子是绿布牌的，你看他没抠干净，你看，他那个滴出来的那个就消失了。没了个蒙版。然后他那个毛发，其实当时很多在 Loto 做不太好的时候，他是画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他高光 spotlight 不是一个均匀的光，看他那个头顶上的毛，他抬头这边就过曝了。但当时确实，我觉得也贵是什么？就是你看像这一颗镜头，它应该就是胶片拍的，而且是个高数。当时2000年能拍高数的阿莱摄影机是435，就国内就没几台。然后拍这个打哈欠，我估计拍了一天。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千禧年的这个特产，对它的 ending cut 确实记忆深刻。它这个背景是，我觉得也像是合成，是，而且是色彩感觉不大好。你看后面是个绿的山，那绿的应该也是画的啊，对，应该就涂了，肯定是涂出来的，对吧？是。然后他感觉这个不是同一只豹子，刚刚有一个是猎豹，有一个是金田豹，这就是疯狂换豹子。有说他喝之前声音要沙哑一点，喝完之后，真的假的？我再听一下。No, that's not possible. 他有这么细节吗？喝之前喝之后，他声音还不一样。真的换了个人，真的假的？就换了个人。为什么我当年没有意识到他喝了几支糖浆以后声音都变了？对这位导演肃然起敬，能够……对，我们下一个。标准的陈蓝调。你觉得这个幽灵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像是绿人，绿人，对，大概率是绿人做的。挺搞笑的，其实它的幽默感，我觉得广告的幽默感是很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小时候想的事情。就如果说我们不在家，家里的东西在发生什么？对，包括小时候我给这个小伙伴的谎言，说你不能拿走我的玩具，他们会像玩具总动员一样，就晚上会跑回我家。对。哎，他的视觉锤其实在最后那个步回去，啪开门那个，对，这个反差感。哦，对，真人，对，是真人。然后他为了让他的形态跟那个踩了平衡车，刚踩平衡车，这个现场拍摄应该贼搞笑。哎，他这个居然是实拍，他下面先压住啊，然后他再转，然后再居然这会有个加速度感。就是因为最后失败了，没有是删尾，这直接就是重做。对，最后就变成这样了。你看，我就知道这个实拍有点难。有一点 CG， 有一点那个，他这个混合做得很好。就广告也是一个比较有意识的，就是说它能够去尝试很多平常不太会用的方案。对，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就是也是挖了一个大坑做的一个科幻题材的微缩短片。然后它是一个，其实它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制作体验，它没有脚本，是边拍边探索的一个过程。就其实最早应该是在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 emo 了，就我出去，我步数不到1万我都不回家的人，宅在家里能去做什么？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挺苦恼的。然后我们说，我们其实更想的去看看外面的珊瑚河海。这就是在我家客厅拍的对，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这在我家能在客厅里拍广告，这个谁能想到？我们3个人从头到尾，从头开始学习这个微缩景观的沙盘搭建，然后我们去收购了一个这个倒闭的婚纱公司的灯光，就试染灯，拍了4天3夜，钨丝灯还是挺好用的。上面飘的是那个干冰，是我家一个做
餐厅的那个亲戚，然后那是我妈那个做菜的那个肉手。我去，太牛啦！就这个过程还蛮特别的。是的。而且你做了很多音效，你这音效全部自己做的吗？我自己贴的，然后调色也是我。因为这片子我学了达芬奇，然后我还看了你的教程。你看，哎呀，被卷到了，但是又有点开心。现在我们要看这条广告，是我和傅老师都没有看过的，但是是反转型的广告。逻辑上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猜一下，最后是什么产品，我们也都不知道。OK。好啊，这是大蜥蜴吗？这怎么看也不是娃娃鱼吧，哥？เละเลยตัวนั้นสงสัยจะเป็นแฟนมันแน่ๆเลยเนี่ย我真的很好奇这种导演的脑回路，真的开头看的只是2只壁虎抱的，现在已经跑到这个画面了，就你看这个跨度有多大，才几秒钟？猜是什么东西？保险？不是，我猜保险。我觉得像是那个什么房屋的那种防水胶。看是不是啊？你先别打脸了。天花板啊，牛逼！可以。他就反正我感受到信息，裂缝是这个广告的 Q 点。对，逻辑上就现在回来看是可以猜到的。我一开始以为是保险或者什么。我这我第一次看，他怎么做到这么多无缝转场的？就是短视剧，就我用 bot 同样去做一遍轨迹，我很好偷，而且我觉得就是找到手模应该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魔术师，就因为他的肌肉记忆特别强，做这种就重复拍摄，他是有先天优势的。是的，而且他的要么后期，要么在前期的 bot 设定上做了一点就是手持的感觉，你就感觉就会感觉就是它就是像有魔法一样哦。盖子是一个真的，他直接从盖子那边做了一个 mask， 做了个蒙版给叠上来。对，叠上来。OK， 而且就在这种片子里，还有一个小秘诀，就是让它保留更多的动态模糊。但是其实对后期来说，一定程度上这会难一些，就是因为你模糊了，你抠东西啊、抠擦都会难一些。但是它会看着物理感觉很流畅，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点，就是要么你为后期考虑更多一点，要么就是你而且就是效果。其实它这个我觉得必然是加速，就是前期是慢速表演的。后期做的这个加速，就你看他的后景的群演的表演，对，就一定是那种就是基本上就不动，你知道吗？对，所以他就很方便去做变数。这些也，你看他这个，这个演的很自然，就有个这个加速度，对，这我觉得最挑战的一点，其实我们也以前有带过群演，感觉最难就是一个群演在后面到底该干什么，有的节奏不对的话，你会觉得很突兀。而且就是说，你要保证就是说整组在你的节奏里面，你必须成为整组，就尤其到这个夜里，这个你还要成为他的灵魂。对，你要成为他的灵魂，你必须带着整个的节奏，你要一缓下去，我就导致我现在拍片我没法正常睡觉，你必须在现场把这个节奏带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前几天在片场，我们公司人都觉得我是甲亢，就是那种，就必须得这样，不这样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而且你要自我的这个欺骗和鼓励。就我们说广告其实是一个教答案的过程，但有时候其实挺变态的。我一直希望说给我的命题能够打破我的舒适圈，就我希望这个命题是能挑战我的。对，我觉得这个很爽，就可能人有这种。有点想受虐的欲望啊，的欲望。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期广告反应视频，非常感谢傅老师哈，这个从北京这边过来干活，然后忙完一个剧组的片子以后还过来我们这边明早5点的火车。你是5点了吗？没有，我们买了最早一班。没事，还好，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请大家务必点赞和 V3连转发，非常感谢傅老师。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傅老师的这个频道3不5时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幕后内容。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这些你印象深刻的广告，也欢迎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就可以来做对应的这些广告视频的反应。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一。起再见。哦，记得点赞、投币、3连转发，谢谢你。